欢迎大家来到大叔来来谈谈心。心，哇，非常不准的。是好，谈心哦，嗯嗯好，OK，好的，那这个算是我们的新单元，对不对？嗯嗯，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跟大家聊一聊生活上的小问题对，我觉得，大家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两位大叔可以知心大叔。执行，然后提供大家一些意见，然对，后提供大家一些不一情绪价值。对对不一定能够解决大家的问题，但对，是呢，有时候我们谈谈心之后，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嗯嗯，好，那的确，我们上个星期呢进行了大叔来谈心之后呢，诶，我们的确收到了几封同学们的来信不是对对，假的哦，是真是的哦，真的。就是是真的。上周的话，就是我们自己找了一些题目，想不到真的对同学们就给我们发信息了。对，对，很信任我那我们们啊。先来，非常嗯，信任我们而且同意我们把问题讲出来。对，那第一位同学的问题，我来念一下他的信大家嗯注意听哦。他嗯说：“你好，大叔，希望你们都好。我学中文大概5年了，2021年毕业，大学的专业是中文，还有中国文化历史等等。嗯现在他也想要开始工作了，但是嗯嗯，由于他写的是英文economic recession，哦，经济衰退是吧？经济衰退了，嗯嗯我找不到一份与中文相关的好工作，嗯但我也不想改变我的专业。你嗯，觉得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我的中文，而且在中国找到工作？他想要去中国找工想在作。中国找到工作，想在对，中国他找到，是这个同学是一位可以讲吗？是 可以讲一位俄罗斯人，俄罗斯所以的朋友他想要，哦，对，他想要找到在中国找到工作。讲而对，且和中文相关的吗？因为他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跟中文相关的领域，嗯然后他并不想改变他的专业领域，所以他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个，怎么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第二个，嗯，而且呢，是不是能够在中国找到工作呢？哦，嗯，这个问我一直流眼泪题哦，咋回事？我好感动，你哭了，我哭了，太有那么难了，感动？人生太难了。对，我觉得人生难免遇到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等一对，下第二个来信也是跟工作有关。是的，我觉得他既然问了两个问题，我们就把两个问题一步一步解决吧。第一个好的好的，问题就是怎么提高中文的水平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如果你要找工作，当然你要找跟工作相关的，要提高工作相关的一些中文水平的东西嗯，是的，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呢。首先，我认为通过 HSK 对这位同学来说可能还是必要的，因为有很多公司可能会考虑 HSK 你是达到第几级的水平嗯有些公司中国公司会需要这样的所以如果你能够有 HSK 或相关的技能的相关的证照HSK 可能是其中之一。那如对，果有这样的一个通过的标准或证照，我相信找工作会比较容易说服对方第二个呢，就是因为这位同学也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对，我觉得对于目前在中国的公司或在台湾的公司而言，工作经验还是必须的，还是很嗯重要的。嗯所以我认为这位同学必须积累一些跟中文相关的经历你可以先从当中文家教开始，嗯，积累一些工作经验，或者是你尝试着翻译中翻英、英翻中或者是中翻俄、俄翻中相关的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经验开始，我对。认为会增加你工作的经历跟资历，然后也比较容易说服这个公司来聘用你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要找工作，经验还是必须的对，大部其实分对对，我嗯也有一个角度啊，仅嗯供这个同学参考，就是嗯，你刚才说他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对不对？他其对对，实在中国学的中文，但是他嗯哼想找和中文相关的工作。说实嗯话，你在中国的话，你面对都是中文母语者，你是没有任何优势的。要是用中文相关的工作的话，
没有任何优势。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很多东西都是交叉的，任何专业都是交叉的，任何的能力都是交叉的。比如说我做大叔中文，我教中文的时候，我会引入很多这些时事政治呀等等啊，历史啊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是我有的，但是别的中文老师没有的。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会能成为我的一个特色。同时的话，这位俄罗斯在中国的这个朋友，他其实可以把自己本身俄语这个优势也交叉起来发挥出来，不要排斥，因为这个是你的优势。你可以，因为现在怎么样，就是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其实俄罗斯和中国这个贸易往来越来越多了。其实有很多中国公司想到俄罗斯去做生意，俄罗斯公司可能也很多东西出口到中国。其实我觉得你在中国找到这种要出口产品到俄罗斯的公司，我觉得是应该不会特别难的。而且你同时可以利用你的中文优势，还有你的俄语的优势，对不对？而且你对俄国人更了解这个优势，其实可能对你会有更大的优势。而且你相对于比如说俄罗斯那边客户，你又更了解中国这边的文化，对不对？这两项方面我觉得都可以。其实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我只是找中文相关，而是说你看一下自己的优势能不能和中文相结合。对，所以比如说这位同学也不一定要到中国来找工作，我觉得在俄罗斯或许可以找到，比如说这个工作是需要做国际贸易的，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可能有一些产品往来，或者甚至需要做文件翻译。对，还有一点，他是不是之前说自己学是汉语言文学之类是吗？他有没有这样说？就是大学的专业是中国文化历史，中国文化历史是还有中文所以他可能在俄罗斯学的是专业是中文。对，而且我可能就是觉得大家有时候真的真正工作之后呀，不要特别在意自己学的是什么东西。对，真正工作之后永远都是从头再来的，你真正之前学的东西就是一个敲门砖而已。你真正要进入这个社会之后，前面有一个敲门砖进去了之后，你才是真正开始学习本事的时候，学习能力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框在一些框里头，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文科生，所以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我确实给自己设限挺多的，比如说只能做什么什么类型的工作。但我觉得其实要是当年我才毕业的时候有现在这个思维，我会让自己尝试更多东西。其实人生中很多东西可是你没有尝试你不知道的。你可以试着去，有些工作它可能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学历要求也没那么高啊，对吧？你说不来，你进去之后，一方面我是说你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一方面你可能也可以进入一些领域，这些领域其实对你这个学历要求也不高。比如说现在中国这个电商做得很好，你进去之后，你看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东西，说不来。很多电商的公司啊，你进去之后说不来，你找到自己的兴趣方向，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一些优势又画到里头，可能能做得更好。就是我觉得很多才毕业的朋友们，就是或者行将毕业的朋友们，不要给自己太设限，就觉得我只能，比如说我只能干翻译，我只能教语言等等。其实不要这样，其实我觉得把这个思路打开一些。语言其实更多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你就算真的工作之后，你这个中文没有用上又怎么样？只要你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对不对？对，然后当然在一些比较基本的方面，当然大家要有一些心理准备。第一个，当然你的起薪不能要求的过高，对不对？第二个就是除了你本身的专业技能之外，你也要磨练一下自己说话的技巧。这些东西不是你学好中文就可以克服的事情。是的，这些东西是平常你怎么训练自己的口才然后甚至你生活上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仪态。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这个不只是因为工作，而是面对着你怎么跟人交流的态度。所以给别人一个第一印象是好的，我觉得对你的工作也有绝对的帮助。对的。好 ，OK， 那这位同学的问题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对，如果对你没有帮助就不要告诉我们。好 ，OK， 各位中文学习者，你们好，我是茶叔，我是灿叔，你们想要的就是我们大叔所想的，在大叔小店总有一款产品适合你，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大叔
叔有声书，大叔中文手机壳，大叔中文马克杯，还有各种学习材料，包括 HSK 教材、词汇、真题，以及各种中英对照的书籍哦。好的，那我们来进行第二位同学的问题啊。我觉得可能最近刚好8月9月是这个开学潮、毕业潮所以开始有很多同学问我们一些工作方面的问题，对不对？对对对第二位同学呢也是工作上的问题，我来念一下他说：大叔们你们好是个女生吗？怎么声音变嫩了？哎，你一下就猜出来了。大叔们你们好，我刚刚看完了你们最近发布忠实观众发布了关于焦虑的视频，想请教一下我个人的问题。我最近遇到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哇，他中文写得很好是听出来说得很好。对，我是真的逐字念，所以他中文真的写得很好。这让我每天都感到非常焦虑。自从大学毕业以来，这10几年我一直从事着程序员相关工作，但是我逐渐发现我不喜欢这份工作了。尽管对这份工作曾经充满了热情，但是我现在感到非常沮丧，兴趣早已枯萎。好，枯萎磨灭，对，都可以。就没有兴趣了被消磨了那最近他被裁员了这程序员的工作被裁员了。最近在找新的工作。他是自己已经没有兴趣了，已经磨灭了这个兴趣之后被裁员了。就是一方面没有兴趣了，再来呢，他刚好又被裁员了。是的。然后他这几天在寻找新的工作，他感到非常恐惧。因为他不想做一些他没有兴趣的相关工作。是的。也就是说，如果要他做一些程序员以外的工作，可能他也不感兴趣但是他又没有其他领域的资格跟经验，所以感到进退维谷。进退维谷，这个词是他写的吗？他写的进退维谷他中文这么棒对，我有时甚至不晓得自己该如何前进。总的来说他帮我们总结了。总的来说，我的问题是，当我在一个领域工作多年后失去了兴趣和动力，该怎么做呢？哎呀，这个真的人生有好多烦恼，对不对？人生有很多烦恼。其实我看到这个学生的问题我也想到我之前也曾经遇过这个，比如说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不是被裁员，但是我离职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特别专注在怎么找工作这个问题本身，搞得我每天很焦虑，然后那个简历一直发又没什么回应，越来越焦虑，导致我那1个月几乎是连饭都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然后我爸爸呢就火上添油，就是找不到工作呀，那我去工作好了啦，我老人家去工作好了啦就是好扎心，会增加你的焦虑感。对。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经过了1个月，我可能心里我就想开一点，我就不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找不到工作这件事情上面。我就开始放轻松一点，我去学一些别的我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上网比如说我英文上继续加强我的能力。然后呢我可能也去了解一下现在补教业补习班的一些生态跟教学的方式怎么样，然后我也一方面在设计一些我英文的材料增加我的英文的一些材料。然后其实当我没有在专注于问题本身，就是找不到工作这个问题本身之后，第一点我不再焦虑了，我采取比较对这个事情我采取比较顺其自然的方式。突然间这个事情就不再困扰我，而我专注于其他可以增进我能力的事情。开始准备，然后我觉得我的压力也没那么大了。当我没有在专注问题本身的时候，我发现后来过了大概1个星期，就有一些公司或补习班打电话给我，叫我去面试。那因为我就是最后这一段时间有准备一些材料，然后放松了我的心情，所以让我的面试过程都很顺利。突然间就有4到5家补习班我可以选择了，就变成我机会都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给这位同学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不如就不要去专注找不到工作或失去热情这件事情。就像灿叔刚刚说的，你也不要局限自己只有程序员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许你有很多你感兴趣的部分，可能音乐、语言，你看你中文写的这么好，对啊，或许学习语言的时候，或许你有一些音乐的财富，不是财富，才能，财富，想钱想疯了，才能，那或许你去专注这些，或者是去让自己轻松一点，不要专注于失去热情这个事情上面，可能你会有不同的想法，可能机会就在不经意之间就会来找你。所以我觉得你不开心焦虑也是过一天，充充实实的每天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是过一天，那不如让自己开心一点吧。对，其实我觉得茶叔说的很对，有些时候就是你太刻意的想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反倒没有思路。有些事情就是突然之间有点灵感，你可能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突然之间机会就来了。我觉得这个女生的中文真的非常非常好，真的非常好。她当然也可以就是结合自己的优势。其实程序员的话，她干了这么多年，他就算不怎么喜欢这个工作啊，但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很多东西还是交叉，能不能中文和程序员这种类型的工作有个交叉，或者现在很多游戏公司的，比如中国的游戏公司出海了，你其实可以应聘这种工作也是有的。而且其实我提供一个，刚才茶叔提供了一个个人的经历嘛，其实我也是一样，以前我一直是翻译，我就一直翻译，后来有一天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就是这个没有热情啊，也没有热情。首先我其实一开始我就没有热情，我就是去做了，就是觉得我给自己像一开始我和大家说的，就是给自己设定的，我好像只能做这个翻译，因为我那个时候又不想干外贸，又不想干老师，我英语毕业的好像只能做翻译，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翻译的工作，而且干了很多很多年。当然中间也有跳槽跳到别的公司，但是还是翻译，我没有走出那个圈来。但是我其实内心是很不舒服，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但是就是真的就是等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干这个事情了，我应该给自己再找一些别的事情干。其实有时候那个厌恶感是很强的，对不对？就是没办法再继续做，实在是已经到了极限了，到了极限了，受够了。而且最主要是觉得没有前景，觉得这个东西能怎么样啊？好像没有成长，对不对？也没有成长，也就是这个天花板也特别低，但最多撑死干了就1个月，可能在中国就几千块钱了，那没有意义，对吧？还要养家活口，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想，我就能做什么。这个时候其实我脑子就发散开了，我就想我的背景是什么？我是一个学英语专业出身的。然后我就去看，其实这相关的东西只要和英语沾边的我都去考虑一下。那个时候我做过亚马逊，就是我在亚马逊那卖东西，很多人真猜不到在亚马逊那卖什么，卖那种尿布包。尿布想不到就是我就是从零开始学起，我就是做这个事情，我就觉得我钻研一下我也行，但后来发现好像纯粹去卖东西不是我擅长的。后来我就又去想我能做什么呢？我就想，哎，好像可能，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做这种产品的测评啊等等，我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时候，这个进去之后想一想之后，突然有一天灵感来了，我就说，其实我虽然是学英语的，但是我的中文很好，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中文。对，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把这2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呢？对，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去教外国的朋友中文呢？我通过国外的平台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才开始做这个 YouTube。那个时候一开始做的时候也是各种学习，各种模仿，一点点去积累经验。然后我觉得做的慢慢做的，哎，有点小有名气啊，然后才认识的茶叔和笨叔啊。要是我是一直做的没有名气啊，谁认识我啊？就是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很多东西就是你得发掘自己。对，然后发掘自己，我是觉得就是开始去，首先可能有段时间你会迷茫，这是正常的，但是你要去采取一些小的步骤，你去看一看，
去试探一下，往这个方向看一看，那个方向看一看，我试一试，试一试，觉得这个方向对突破不了，那就往另外一个方向看一看。哎，突然之间可能就是在我以前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你的机会来了，你的能力在那块儿能真正发挥出来了。所以现在能做大叔中文是我以前完全不可能想象的。在我才不想干这个翻译的之后，我不可能想到我能做 YouTube， 能做大叔中文，而且我们现在还有别的东西的形式的东西，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很多事情就是一个接一个的，只要你能打通了第一环，很多东西就一个接一个就来了。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也很难给这些同学一个很棒、很完美的解决方式，因为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对对，我只能告诉这些同学说，不要吝啬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因为你人生就是不断的容错、尝试，然后从错误中再换另外一条路，这就是人生。我觉得没有别的方法，你自己的路你要自己去尝试，还是就止步于此，这是你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谁晓得哪一次的尝试就对了。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甚至我告诉各位同学，你们就算找到了自己很喜欢的工作，然后这样的工作你做个20年看看，你累不累？你烦不烦？你恨不恨？我当英文老师也当了10几年，恨死了。我现在想到要教英文，以前想到教英文一天教7、8个小时，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生活虽然是我喜爱的工作，但是做久了也会痛苦啊。笨叔都说他教中文教了14年，他其实现在准备就是不干这个，不想做了，当那个中文老师了。所以我必须告诉各位同学，人生的困扰是层出不穷的。对，今天就算你找到了你喜爱的工作，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你做个10年看看你累不累，烦不烦，厌不厌，倦不倦，都会。所以人生不管到了任何的年龄层跟阶段，就是要去尝试，就要尝试着改变，不然你就会像灿叔那时候干翻译一样，干到怀疑人生，是的，然后毫无成长。那个时候了，毫无成长，然后又觉得恨自己到底能不能改变自己，是的，各种负面情绪交杂在一起，那个人生会感觉到怎么办？对，感觉20来岁感觉已经老了，真的心就老了，好像一事无成，然后在工作中也得不到成长，然后赚的那个几毛钱而已，能够干嘛？是的，所以人生都会遇到这些阶段性的问题。即使你找到了完美的工作、完美的生活形态，做久了享受久了还是会累，所以人生就是不断的去摸索。如果你遇到瓶颈了，怎么去突破它，然后尝试它。我觉得人生真的不要怕去尝试，就给他试试看，大不了失败而已，失败又怎么样呢？失败也是一种 So what？ 对，让你找到一条新路的方法嘛。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告诉各位同学，就算你找到了你梦寐以求的工作跟生活方式，你也总有倦的一天。那所以不断的尝试就是你人生一个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改变一下自己，就像灿叔说的，做一些才能上的交叉运用，或许你会找到一片新的天地。好 OK， 那这个我们2个问题也可以聊那么久对啊发生什么事了好，那没关系，其实我们还有1、2个学生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回复了，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以下次再聊。对，而且别的同学比如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生活中的烦恼，也可以给我们大叔发到我们的邮箱里啊。对，大叔 Chinese.g 大叔 Chinese 然后那个 .gmail.com 对，我们会在屏幕上面写出来的了啊。对，我们下面会然后你们有任何生活的问题你们都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对，那我们再来安排解答各位同学的问题。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个新单元大叔 Heart to Heart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咯，我们下星期五再见，那就这样咯。OK， 大家拜拜，拜拜，再见。